小心，不要漏掉火力点。你放心，我以前就在这个厂子里干活，鬼子那点玩儿仗我都清楚。你不稳妥吗？都是受剥削压迫的亲兄弟，早就盼望着八路军过来了。附近的老百姓也都动员起来了，鬼子就算钻地洞也给他薅出来。好，一旦打下，6个小时之内解决战斗，迎接兄弟部队。不光是咱们动手啊！好，我知道了。站回去留下了外劳。部队已进入指定位置，战前准备已就绪。再次进行检查，务求一战成功。是。一切准备就绪，随时准备战斗。是。冲破囚笼，破袭作战。我们一定要打开华北抗战的新局面。黄总，时间就要到了。开始。1940年8月20日起，八路军发动交通破击战，向敌人发动全面进攻。随着战役的推进，八路军超过100个团的兵力加入作战，给日伪军以沉重打击，鼓舞了中国军民抗战的斗志，史称“百团大战”。百团大战，现在连外国人都知道百团大战了。正面战场，连战连败，失地千里，损兵折将。共产党现在在华北搞出这么大的声势，我们一直说八路军游而不击，这一场大胜，全部废掉。问题的症结还不仅仅是在这里。百团大战，100个团的兵力啊！短短3年时间，毛泽东怎么搞到这么多兵力的？如果说华北有100个团，山东有多少？新四军有多少？还有海南、东江、东北，又有多少？这个毛泽东，他会变魔术吗？委员长，经过查证，百团大战确实有100个团的兵力参战，除此。景之啊，你是怎么看着共产党做大到现在这个样子的？军饷一直在缩减，今年彻底不给了，陕甘宁边区全面封锁，还在报纸上打舆论战，能想的办法我们都用过了，绝对不可以任其再发展下去了。脓疮长大了是要开刀的。百团大战名震中外，消灭了不少敌人。我们八路军损失也不少，其主要原因就是部队新成分太多，顶着1个团的番号，有的战斗力还不如老红军的1个营。这是发展中必然出现的一个问题啊。要从党政军群各个角度共同发力去解决。部队的问题根子不仅仅在部队本身呢。是啊。党员的数量增加得太快，而且党的建设工作又存在滞后现象，政府和地方，地方和部队，部队和群众，都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。百团大战之后，日伪军杀进根据地，疯狂的报复，各地都在苦战，部队损失很大。我们要适应战争的各个阶段和各种形势，打得了顺风仗，也要打得了逆风仗。要调整斗争的策略，在防御中巩固，在巩固中提高，在提高中反攻，不要梦想着革命事业一蹴而就。不过，通过这场大仗，既暴露了问题，又增长了经验。党的建设、地方建设、部队的建设，都要上一个新台阶。我们全体的同志都要做好准备呀，进入到一个艰苦的斗争阶段。这个阶段很难熬啊。但是必须经历。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，增益其所不能啊。
景芝啊，对八路军的压制有没有效果？华北的共产党铁板一块，几次行动都受到损失，还白白让他们缴获了大批的武器弹药。那胡宗南呢？几十万的大军，对付不了陕北八路的那几支留守部队吗？碰了几次，咬不下来。胡宗南的兵在后方养得太久了，虽然装备精良，战斗力大不如前。西北的战略预备队是不可以动的。一来要保持对延安的压制，二来呢，我们要留一点本钱。1940年初，国民党顽固派在华北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遭到失败，把反共中心转向华中。一方面在华中不断制造军事摩擦，试图用武力消灭新四军；一方面又企图通过谈判来限制人民抗日力量的发展，压迫八路军新四军撤到黄河以北，同日军配合夹击消灭八路军新四军，成为第二次反共高潮的起点。1941年1月，新四军军部及所属皖南部队9000余人，在遵照国民党军事当局的命令向北转移途中，遭到国民党8万余人的伏击和围攻，除2000余人突围外，大部壮烈牺牲或被俘。军长叶挺在同国民党军进行谈判时被扣押，副军长项英在突围过程中遇害。事后，蒋介石竟诬称新四军叛变，宣布取消其番号，史称皖南事变。这不是蒋介石的第一次。中山舰事件，他只搞过一次；4·12政变，他再搞一次。现在他又来了一次。
他要求新四军军部北渡长江，规定时间，规定路线，我们照做了。他借机大开杀戒，背信弃义，完全是背信弃义。抗日战争到了关键时刻，再一次对自己人拿起屠刀，这就是蒋介石的真面目。全军将领闻讯，悲痛异常，义愤填膺，都向中央请示该怎么办。但是，主席，我明白。我明白你要讲什么。越是这个时候，越要冷静啊。在我方力量占优势的地区，打掉国民党几支队伍，为新四军报仇并不难。但是啊，全面的武装冲突，弊大于利。这样搞，只有日本法西斯得益，只有国民党反动派高兴。是的。现在啊，抗日战争是最高的任务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必须要坚持。而现在这个阶段呢，我们在政治上必须取绝对的攻势，而在军事上，暂时只能取守势。虽然是守势，也不能被动挨打。八路军方面对日伪作战毫不放松，新四军方面整顿江北部队，接应江南突围同志脱险，同时要做好自卫战争的准备。他们敢在皖南动手，也会在其他地区动手。这个胡宗南几十万人已经封锁陕甘南边区很久了，如果他们打上门来，退无可退，让无可让，只能坚决自卫。兄弟，喝碗热粥。主编先生，我是例行公事，也没有办法。今天政府下了117通告，宣布新四军是叛军。你们的报纸是共产党的报纸，明天不要有反政府的言论啊！新四军抗日有功，奉命行动，惨遭屠戮，怎么说是叛军呢？是非曲直呢，我也说不清楚。我吃着新闻检察官这碗饭，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，别让我下不了台。好吧，明天我们绝不发有关此事的新闻稿，这样总行了吧？够朋友，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。三更半夜的，回吧，弟兄们也都辛苦了。我也是，我去看份样报就走。好了吗？哎，好了。行，走吧，弟兄们，慢走。准备好了吗？哎，马上好。天亮之前一定要印出来。
报纸。卖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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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千古奇冤江南一夜。卖报卖报，相间何集？千古奇冤江南一夜。卖报超哥相间何集？同是超哥相间何集？卖报卖报，清华日报。哎，卖报的，给我来份报纸。卖报卖报，千古奇冤江南一夜。同是超哥相间何集？小孩，给我来份报纸。给我也来一份。好嘞。新四军不是打鬼的队伍吗？怎么就成了叛军？中央军打败仗负责任，新四军打胜仗被消灭，这不是颠倒黑白吗？这个都是投降派搞的阴谋。相见何集？卖报卖报。卖报卖报，千古奇冤江南一夜。同是超哥相间何集？来份报纸。好嘞。听说政府的几万大军在皖南伏击了新四军军部，杀了6、7千人呢，就连叶挺军长都被抓起来了。外战外行，内战内行，这才是老蒋的真面目啊！同是操戈，相煎何急？中国人不能打中国人。上场。哎，好，来了来了。外战不停，内战不止啊！这个世道何时是个头啊？自己人杀自己人，哼！国民党真会败家。前方吃野，后方紧吃，这吃饱了还祸害自己人。要是让我再遇到当官的上船，把他们行李全都给他扔江里。对，就这么干。给重庆方面发电报。我们已经组织了100多篇通稿，近日会连续发表。新四军是叛军这个事项，那是铁板定钉，谁也翻不了案。写文章靠的不是拽文，靠的是头脑。你看人家周恩来2篇小稿，轰动重庆，传遍全国。你们那儿找不出这样的人才吗？要找一个像周恩来这样不世出的人，谈何容易啊！只可惜去了那边。是啊，他带着几个人在重庆搞八路军办事处，倒是有不少人归心于他啊，不简单呐。侯部长，皖南事变的事情已经很被动了。怎么了？周恩来写信给各大员，义正言辞，令人招架不住。信我也收到了，不去理睬的就是了。宋庆龄、何香凝都发来了电报，质问国民政府和军事委员会为什么要对自己的军队下毒手。哎，新四军那是叛军，整肃军队，严正纲纪，这是我们政府的权利和责任嘛。新四军怎么会是叛军呢？他们对日作战有功，军委会多次传令嘉奖，都是何部长签发的吧？功劳是有一些，但是不遵号令，私自发展，也都是事实嘛。在沦陷区发展，与日军作战，这是政府既定的方针。新四军只不过是执行命令，人家发展得快，是对日军作战有利。我们有些队伍发展得慢，甚至连沦陷区都待不下去，为什么不受惩罚？反倒围攻新四军，损失人家6、7千人。文白，你这番言论太亲近共产党了吧？你对他们的评价很高啊。何部长，你在历次对新四军嘉奖令上的用词，比我的话厉害多了。我不怕你们给我扣帽子，几十年戎马孔总，效忠党国。蒋委员长、何部长，应该都看在眼里。
我是为了国民党，为了国民政府好。百兄，你是什么样的人，我们还能不知道吗？我是怕你被奸人利用而不自知啊。我张治中这个人，恰恰就是知道什么是自知。正好各位都在，委员长让我通知大家，做一下准备，马上召开紧急会议。这老蒋果然还有后续手段，各地部队向根据地接近，胡宗南的侦察兵已经到了陕北，又一次反攻高潮到来了。老总，得叫各部队随时做好战斗准备了。皖南事变全国都已经知道了，部队的同志根本就不用动员，都憋着劲儿准备和国民党开战，为新四军死难的烈士报仇。我们做好武装斗争的准备，绝不意味着主动进攻。现在我们的兵力处于劣势，实力对比依旧悬殊，但是在国际、国内的大背景下，也有可能化被动为主动。老蒋的特点就是这样，抓小事不顾大局，他早晚得败在格局上。但是呀，我们也要防着这敌人狗急跳墙啊！这恩来、董老还有建英，在重庆太危险了。他们坚持和反动派正面交锋，如果遇害，这个损失我们可承担不起啊！是啊，老蒋是什么手段都会使，我们已经失去项英等同志，不能再失去恩来他们。听远，到。发电报，叫恩来还有南方几个同志先回延安。是。中央催促我们回延安，是顾及我们的安全。但是斗争刚刚开始，咱们怎么能走呢？说得对，如果走了，他一定会落下口实。这个蒋介石啊，会再泼一盆脏水，说我们临阵脱逃。我们在重庆的坚持是很有意义的。经过不断的交涉和宣传，各界人士对于事变的真相有了一定的了解，国际舆论也纷纷责难蒋介石，国民党的攻势也开始转变为被动辩护的手势。在这种极力与我党斗争的情况下撤退，在政治上，我们将会失去进一步进攻的阵地，与我方是极为不利的。对，如果现在撤回，那会有损我党威信，瓦解斗志，一旦破裂，大的损失将不可避免。没错。现在撤回，国民党当局也未必会放我们走，而且他们还会拿我们要求撤回大做文章，这是把枪把子交到人家手里了。我们在重庆待下去是会有一定的风险，但是革命本来就是有风险的，必须要坚持下去。为了政治上的反攻，我要坚持到最后。恩来留在重庆还是发挥了重要作用的。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支持我们，声讨老蒋。正是因为发挥了作用，才更加的危险。这蒋介石什么事情做不出来？中山舰事件、4·12事件，恩来已经2次遇险了，我们不能再让他接受生死考验了。依我看啊，这事儿还没到那一步。反动派主要还是虚张声势，在观察各方面的反应。在政治上去攻势，在军事上去守势，这个方针是明确的。可我还是担心，非常的担心，这恩来、董老，还有建英，这是一点事情都不能出啊！老毛，有件事情可能能起到作用，也能帮到恩来。讲。中央一直酝酿在江北成立新四军军部。只要军部成立，新四军依然存在，反动派的阴谋就没有得逞，皖南事变的负面效应减为最小，老蒋的如意算盘只能落空。对，马上成立，迅速成立。我们建议陈毅同志担任新四军代军长，军长的位置永远留给叶挺同志。
另外，少奇担任政治委员，张云逸为副军长，赖传珠为参谋长，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，班子配齐。还有啊，陇海铁路以南、华中地区的新四军、八路军南下部队全部整编为新四军，辖7个师及独立旅。这样一来，皖南虽然受点损失，但新四军的指挥系统还在，主力部队还在。只要打几场胜仗，就能让全国人民看到，共产党抗日决心从来没变。马上给华中发电报。好，同志们，皖南事变，我们损失了旧军部，我们有几千名指战员同志牺牲了，但是现在，我们有9万人的强大力量。中央来电，要求我们重新建立新四军的军部，由我做代理军长，少奇同志担任政治委员。下面欢迎少奇同志跟大家讲2句。同志们，蒋介石倒行逆施，搞皖南事变，使我们新四军受到了严重的损失。但依我看，他蒋某人的损失更大。他举起屠刀，逞了一时之强，而实际上却是在作茧自缚。当今中国最大的事情莫过于抗日，可蒋介石消极抗日，积极反共，大敌当前，却将枪口对准了自己的同胞。他跟汪精卫只有一步之遥。试问哪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还会继续的支持他？现在，我们广大的干部、战士要求为死难者复仇，要与国民党全面的决裂，这种心情我完全理解。可是，同志们，日本人还在我们的家里。他们狼子野心，虎视眈眈。如果这个时候国共两党全面的开战了，国民党打残了，共产党拼光了，那么最终的受益者是谁呢？是日本人。所以我们绝不能让他们坐收渔翁之利。可能有的同志会问：难道我们的仇就不报了吗？不，党中央已经决定，要在政治上进行全面的大反攻。而在军事上，则要有所区别。但面对国民党的那些顽固派，我们还是要针锋相对的。蒋介石撤销了新四军的番号，不让我们在这里抗日。那么我们今天啊，就偏要在这里重建新四军的军部，要在华中抗战到底。而现在最重要的，就是要将烈士们的尸骨给掩埋好，擦干眼泪，将我们自己的事情给做好了。要坚决地服从党中央的领导，要坚决地把根据地给建设好，要坚决消灭日伪军在苏北站稳脚跟。只要我们把自己给建设强大，那么总有一天，我们会将日寇扫地出门，也总有一天，我们会为死去的战友们报仇雪恨。从各位的掌声中啊，我可以感受到朋友们对目前时局的关切，对中国共产党态度的关注，以及对我本人的关爱。我和同志们，谢谢你们，谢谢。军事康验弹。朋友们，新闻工作讲究真实，真实，还是真实。那么皖南事件的真相究竟是什么呢？我想请诸位先看一份材料。这份材料包括新四军皖南部队奉命北上过江全部过程中的时间、地点以及电文等明确信息，大家可以从中看到事实的真相。同时，从政府发布的信息中，也可以加以印证。新四军将士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，遭到近8万大军的围追堵截，在残忍的大屠杀中，数千人遇难，
军长叶挺被扣留，活下来的大部分被俘虏。朋友们，试过，在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中，中国的军队被中国的军队俘虏，这是怎样的天下奇闻？这是丧心病狂的反动丑剧。我们已经向国民政府提出严重的交涉，要求立刻停止对新四军、八路军等抗日武装的进攻，取消117通令，严惩皖南事变的祸首，恢复叶挺军长的自由，并且立即释放所有皖南事变中的被俘人员，并且保证不再发生同样的事情，否则中共的7名参政员很难出席即将召开的2届1次国民参政会。我们也将以其他的方式继续加以抗争。朱先生，我有问题。朱先生，我有问题。这个周恩来啊，难对付得很啊。可惜啊，不能为你所用。中共那边的人才不少，周恩来、叶剑英、朱德都过去了，就连黄埔当中我的学生陈赓、徐向前、林彪也都到他们那边去了。而且又发来一封电报，还是劝我收手吧。我看你二姐也要到他们那边去了。达令，你有时候做事操之过急。怎么讲？消灭新四军军部，并不能消灭新四军部队的主力。军事不占先，道义不占理，局势很被动。事已至此，这话用不着你讲。那好，后面的话我也不讲了。好了好了，刚才是我态度不好，有话就讲出来，好吗？以后不许和我发脾气。好，我以主的名义发誓。关键还是在叶挺身上。如果能够说服叶挺归顺，新四军这个局就算破了。顾长官前来看望叶军长。细爷，细爷，怎么搞成这个样子呀？快把手铐打开！是。不，是我坚决要带的。到了我的地盘，老同学怎么能让你受委屈呢？这不戴手铐，怎么做阶下囚？怎么让委员长满意？他无非是在整治军纪。都是为了抗战的大局嘛，其中有些误会，日后会解开的。委员长几次通电嘉奖新四军，3战区也多次表扬新四军是模范。这整治军纪，怎么整到我军头上来了？杀戮数千将士，这算什么整治？细爷。当下还是先管好自己为妙啊！我和陈诚、张发奎这些老同学都在保你啊，你放心，有我在，你不会有事的。哼，如果不是你在，我会如此信任3战区，会按照你们指定的时间路线行军，会让你打成了埋伏。会让我死伤这么多的部下。
新四军已经完了，不要再想以前的事了。委员长对你还是很器重的，只要你发个声明，说新四军他的问题都是项英那些人造成的，你就获得自由了。愿意带兵还做军长，愿意清闲，做个高参嘛。我绝不会。你这又是何必呢？把事情推到项英身上吧。你和他的关系也不算融洽嘛。这私交是私交，公事是公事，你我之间也一样。你何必为了他们的事情卖命呢？你现在已经不是共产党员了。我叶挺曾经是共产党员，将来还会是共产党。共产党人是什么样子？莫三，你是见识过的，不要在我身上摆出立场。实话实说啊，这次是委员长叫我来找你谈的，希望你回心转意。麻烦代我给他发个电报。记录。是。请速速枪毙叶挺。此次皖南反攻事变酝酿已久，目前的发展呢，不过是全国性突发事件的开端而已。特别是1月17日的命令，蕴含着特别严重的政治意义，因为发令者敢于公开发此反革命命令，冒天下之大不韪，必具有全面破裂和彻底投降的决心。目前，全国人民的紧急任务是以最大的警惕性，注意事态的发展，准备着对付任何黑暗的反共局面，不能有任何的粗心大意。我们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不仅有责任，而且我们有决心挺身出来挽救时局，绝不让日寇和亲日派横行到底。中共中央对国民党当局提出12条要求：第一，悬崖勒马，停止挑衅；第二，取消1月17日的反动命令，并宣布自己是完全错了；第三，承办皖南事变的祸首何应钦、顾祝同、上官云相3人；第四，恢复叶挺自由，继续担任新四军军长；第五，交还皖南新四军全部人枪；第六，抚恤皖南新四军全部伤亡将士；第七，撤退华中的剿共军；第八，平毁西北的封锁线；第九，释放全国一切被捕的爱国政治犯；第10，废止一党专政，实行民主政治；第11，实行三民主义，服从总理遗嘱；第12，逮捕各亲日派首领，交付国法审判。你们都听到了没有？就连敬之，他们也要捉了去啊！中共方面的12条主张，不可全听，也不能不听，毕竟他们开出了谈的条件。